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继续来做购物分享。前几期视频陆续分享了很多秋季时尚单品，今天就把这个月入手的其他一些东西放到一起，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有衣服、鞋子、包包，今天要说的东西也很多，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好，先从我身上穿的这件来开始说。这件毛衣是 CZEN 秋季的新款，当时在发售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在 Community 和大家分享了。这件是我看 Lookbook 第一眼看上的，也是这个系列我第一件决定要入手的单品。我身上穿的这件是深蓝色配白色镶边儿，同款还有另外一个配色是浅棕色配浅驼色这样一个配色。当时看模特图，两个颜色都很好看，我就都入手了。这款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非常优雅的小香风，是这种毛衣开衫，是针织衫的样式，然后白色的镶边部分呢是不同花样的针织，但是这件面料呢是有一定厚度的，织得非常的密，所以这件版型还是比较挺阔的，有那种小香风 jacket 的感觉，然后它是短款的，也非常好搭配。那这件既可以把扣子系上来穿，就非常的优雅，把扣子解开当做一个开衫来穿，就更加休闲的感觉。如果硬要说这件有什么缺点呢，就是这个扣子系上之后解开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费劲，不过这个也不算什么缺点了，可能只是新的衣服稍微紧一点，等多穿一阵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件还是挺完美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面料直接贴身穿，完全不觉得扎，非常的舒服。这件面料是50%美丽奴羊毛和50%的棉，因为有棉的加入，所以会比100%羊毛的毛衣稍微重一点，有一点分量感。同时它的版型也是更厚实、更挺阔一些。它像是那种叫双层针织嘛，就是织的特别的密实，是有一定厚度的，然后穿着也是非常的舒服。这款我第一眼喜欢上的是这个深蓝色配白色，后来看图片觉得棕色也很好看，但是收到实物之后，我觉得这个棕色好像和图片有一些色差，或者说在我身上就没有那么台气色，我还是更喜欢这件深蓝色的。我觉得这个深蓝配白色，更有那种小香风的气质。你们觉得这两个配色哪个更好看呢？这季 CZEN 的新款我还入手了这件绿色的毛衣，我很喜欢这个颜色，它是带黄调的这种芥末绿色。仔细看它是一个杂色，就是有黄绿色啊、草绿色、白色混在一起，是一个很明亮、很温暖的颜色。穿上也是很可爱显年轻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件颜色也很适合黄皮，它是这种黄色调暖调的颜色，同时又很提亮，所以穿上还挺显白的。从这件的质感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含有马海毛的，所以穿上身是觉得有一点扎的。尤其是我先试穿了刚才那件完全不扎的毛衣，然后再试穿这件，就更觉得肤感没有那么好。它其实就是和 CZEN 他们家其他带有马海毛面料的毛衣穿上身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有一点扎，但是适应一下感觉还好，当然里面加一个打底会更加的舒服。这件版型是比较宽松的，很有弹性，然后它织的比较薄，很容易就可以把下摆塞到裤腰里，这样在穿搭造型的时候还是蛮方便的。然后袖口呢是一个缩口的设计，有一个纽扣的点缀，是这种棕色像牛角扣的感觉。那总的来说，这件虽然面料有点扎，但我很喜欢它的颜色，是很明亮、很显白的一个颜色，在秋冬穿也是很温暖的感觉。那我们把毛衣先都说完吧，我又换上了另外一件绿色的毛衣。试穿刚才那件 CZEN 毛衣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扎扎的。然后我在 Madrasa 上逛的时候，看到今年 Totem 也出了一件草绿色的毛衣，是100%羊绒的材质，肯定更加舒服，就买回来试试看。那这件绿色和刚才那件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件是很雅致的抹茶绿，因为它颜色的亮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更加成熟的感觉。而且它是100%羊绒的，一是肤感更加舒服，二是没有马海毛那种膨胀感，所以版型整体是很简约、很大气的。那刚才那件 CZEN 呢，就是更年轻活泼的感觉。那这件绿色呢，是一个很沉稳的感觉，版型也是非常的简单，只有在下摆处有一个开叉的设计。
但是 Toteme 他们家的衣服对小个子普遍来说有一点大，像这件我已经是买的最小码了，但是衣长在我身上是到屁股中间的位置，还是有一点长。如果在搭配的时候把下摆塞到裤子里的话，这个下摆开叉的设计就不是很明显了。那除了这个衣长这一点之外呢，我觉得这件整体的颜色啊、版型、宽松度什么的我都蛮喜欢的。我这次在 Madrasa 上还入手了2件 Toteme 单品，我现在穿的这件灰色毛衣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这件毛衣的款式还蛮特别的，它是 Polo 衫和毛衣开衫的一个结合，就是带 Polo 领的毛衣开衫。首先 Polo 衫就是今年秋冬非常流行的款式，然后这个开衫的样式就让它有不同的穿法，你可以把扣子多系起来几颗，就是一个很中性的感觉。如果像我现在这样，扣子多解开几颗，里边加一个内搭，增加露肤度的话，就是更有女人味的感觉。或者你也可以把扣子全都解开，当做一件开衫来穿，就是更休闲的风格。而且这件的质感也非常的好，它是100%羊绒的。版型相对比较合身，穿上是很显瘦的。那这件对我来说唯一的缺点就是袖子有一点长，但它的袖口是这种比较窄系扣的款式，所以稍微整理一下也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这件的灰色也是在秋冬非常时髦、非常好搭、很高级的一个颜色。那总之这件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很有设计感，很有质感。像这2年流行的知识分子穿搭，还有今年很时髦的高质感穿搭，都是这件的风格。然后来说一下和这件灰色毛衣搭配的这条黑色西服裤，是我最近办公室穿搭的一个新宠，在前2期视频的穿搭里也用到过这条。这条裤子来自韩国品牌 Friend Row， 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好几件他们家的单品，都非常适合通勤穿搭。这条西服裤是一个直筒裤的版型，它的肥瘦刚刚好，不会太修身紧绷，也不会太宽松休闲，就是一个非常得体又非常舒服的版型，很适合通勤，特别是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这条裤子的裤长也刚刚好，这款裤子分为普通版和加长版，所以各种身高都可以选择。我1.6米的身高选普通版就刚刚好，下面穿平底鞋也完全 OK。然后这条西服裤它是3簇酸的面料，质感非常好，不是那种特别轻薄的款式，而且垂坠感也非常好。然后在裤腰这块做工都是非常的精良。所以如果你需要一款这种适合办公室穿搭的黑色西服裤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Friend Row， 他们家的衣服版型都很适合亚洲人的身材，然后做工质感都非常好，还没有让我失望过。刚才搭配中还用到了这款包包，是我最近新入手的，我很喜欢这个经典黑白配色，还有这个醒目的大金扣的设计。这款包来自 31 Philippines， 我前一阵入手了他们家那个牛仔托特包，就非常喜欢，对他们家包包好感倍增，于是又入了这一款，是我很喜欢的这种方方正正的豆腐包的款式，也是我最近一直想入手的帆布拼皮的款式。那这个包前面是白色帆布镶黑色皮质的边边，然后底部和背面都是黑色皮质的，这个皮质应该是牛皮，蛮硬挺，手感也很好，很光滑的。那这款包我很喜欢这个黑白配色加金扣的点缀，这个大金扣是整个包设计的亮点，甚至可以成为整身穿搭的一个点睛之笔。而且这个金扣让我非常惊喜的一点，它不是一个指纹收集器哎！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包，觉得这个金扣很好看，当时心想说，哎，又要擦指纹了。结果它真的一点都不会沾指纹。它也不是说完全哑光的金扣，是有一定光泽感的，但是真的就一点指纹都不会沾，非常加分的一点。那这个扣它其实是一个装饰，开关不在这儿，开关在里边。这个包打开的时候就往下一拉，翻盖打开，然后合上的时候把这个往上一推就可以了。打开之后，里边这个空间还蛮大的，装手机完全没有问题。还有日常出门必备的一些小东西都可以装进去。这个比较大一点的空间就没有隔层或者内袋了，然后前面这儿有一个小一点紧一点的口袋，可以放一些小东西。
我觉得这款包的大小刚刚好，容量也很 OK， 还蛮实用的一款包。这边有一个皮带扣，可以调节肩带的长度，可以单肩背，可以斜挎。但是这个肩带如果调的特别短的话，下面就会长出来一块，比这个包长出来一块。一开始觉得怪怪的，其实后来在穿搭的时候也还好，不影响。然后很喜欢这款包黑白颜色的对比，加这个大金扣的点缀，一年四季穿搭中都可以用到。然后这个帆布的材质也是更休闲的感觉。如果你不喜欢帆布拼皮的材质，因为毕竟帆布会比较容易脏，同款也有全皮可以选择。我在 Madrasa 上还入了 Toteme 这件非常经典的围巾大衣，这件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是 Toteme 这2年推出的一个非常火爆的款式，它的设计很有辨识度，很抓人眼球。这件已经推出好几年了，相信很多时髦精都已经入手了，我入手算晚的了。因为它真的是很特别的设计，所以一开始我看这一件就很担心它会不会很快成为时代的眼泪。但是接下来的几年，每年都在推出新的颜色，特别是今年，很多品牌也争相推出这种围巾大衣的款式，所以我想是时候入手，赶紧赶一赶时髦了。那这件我选的是巧克力色配白色的花纹。我觉得这个白色花纹还有这个围巾上的流苏设计特别有民族风的感觉，然后这个围巾是固定在外套上不能拆下来的。那这件的面料是那种比较粗硬，像是毛毡一样，所以会特别的挡风，然后也是蛮厚的一件。它的面料含有80%左右的羊毛，穿上还是挺暖和的。然后 Toteme 他们家的外套都是比较大件的，我选的是最小码，穿上还可以，没有特别大，还是可以驾驭的。所以如果这件大衣还在你的 list 上，或者你对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入手了，还是很时髦的一件。再来说几件 Sézane 秋季的外套，首先是这一件，它是今年秋季新款里断码特别快的一件。这件颜色调得特别好看，是一个很浓郁的焦糖色，非常适合秋天，是那种棒球夹克的款式，领子是这样的设计，然后版型呢也是有一点廓形，比较宽松偏短款，运动休闲的感觉。这件面料含有80%的羊毛，手感很柔软，直接接触皮肤也完全不扎。然后它是比较薄的这种双面羊毛的面料，而且特别的轻，上身一点负担感都没有，穿着非常的舒服，就是一个很轻松休闲的感觉。那这件当时特别快就断码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补货，我会帮大家持续关注，补码的话会在 community 和大家分享。刚才搭配中用到的这条灯芯绒半裙来自 Polo Ralph Lauren， 也是我在 Madrasa 上入手的。说到这儿，不得不再次夸一下 Madrasa 独特的选品。这条裙子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甚至 Ralph Lauren 美国官网都没有，只在 Madrasa 上看到有卖，可能是 Ralph Lauren 欧洲那边的款式吧。那这条裙子是灯芯绒的面料，姜黄色，就非常适合秋季的穿搭。它的款式是这种很修身的铅笔裙版型，是很优雅的感觉。然后这个灯芯绒的面料又让它增加了休闲的气质。这条裙子的长度在我身上是到膝盖以下，所以在鞋子的搭配上，我会选择高跟鞋或者厚底鞋来拉长腿部线条。这个黄色是一个相对比较亮丽的颜色，但是放在灯芯绒的面料上，颜色的明度没有那么高，是比较暗一点的，所以特别适合秋天搭配各种大地色，还有牛仔，可以很好的融入在一起，但是又可以成为穿搭的亮点。我很喜欢拿这条裙子做的几套搭配，有秋天调色盘的感觉，很有质感，是很容易搭出彩的一件单品。接下来这件风衣是 Sézane 的一个经典款，每年都在出，但是特别容易断码。那天我在 Sézane 网站上逛的时候，刚好看到它有尺码，就买回来试试看。其实我有类似款式的风衣，我去年入的一件 Anina Bing 就是这种单排扣很简单的款式，但当时那件很快就断码了，很多人没有买到，所以看到这件 Sézane 类似的款式又是一个经典款，我就说买回来给大家试试看上身效果如何。这件上身效果还蛮好的，是一个很轻松休闲的感觉。它确实比较长，在我身上到小腿肚靠下的位置，但因为它整体是一个比较修长的版型，不肥大，所以也不太会压个子。里边内搭注意一下凸显腰线的位置，小个子完全可以穿。
我选的这个颜色好像是叫 light beige， 这个 beige 是比较中性的颜色，比浅驼色要更偏冷一点，是一个很好穿、很好搭配的颜色。我还很喜欢内衬的格子图案，深蓝色配棕色的格子非常雅致，特别是袖口这边，袖子太长，把袖口翻出来，还有这个格子图案的点缀很好看。其实这件一开始我纯粹就是想给大家试穿一下经典款上身效果如何，但是试穿之后我还挺喜欢的，尤其喜欢这个格子内衬，比 Anna Bing 那件要更加的精致，所以我现在有点想留下这件。那如果你感兴趣这种款式的风衣，我还挺推荐 Cezanne 的这一件，这个经典款每年春秋都可以拿出来穿。接下来是这件 Cezanne 的麂皮小外套，这2年秋天麂皮外套非常的时髦。Cezanne 这一件是一个小夹克的款式，短款修身的版型，穿上是很利落的感觉。那这件袖子稍微有一点长，不过它整体是比较利落的版型，袖子又是这种瘦长的，所以也倒不显得邋遢，穿上是一个很精神、很时髦的款式。这件的颜色是偏浅的棕色，如果你和我一样有一点强迫症，不喜欢麂皮一碰就会留下印记的那种质感，就可以选择这种偏浅色的，浅色的摸上去痕迹就不是很明显。那这件呢，它的质感也很好，毕竟是真皮的，还是多少有一些重量的，而且那个皮子的味道也蛮重的。不过这些倒都不算是缺点，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是扣子特别难解开和系上。Cezanne 是不是款式都喜欢做这种扣子比较难系的？而且这个麂皮也没有弹性，所以扣子解开系上都非常的困难。不过这种款式我一般都敞开怀穿，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另外呢，就是这个袖子是瘦长的款式，所以里边就不能搭太厚或者太宽松的衣服，会容易显得臃肿。那总之这件还是一个很时髦帅气的款式。最后再来说几件配饰，最近买了 Zara 这双豹纹芭蕾舞鞋。动物纹是每年秋冬都流行的经典元素，今年秋冬尤其时髦，特别是这种豹纹图案。但是大面积豹纹图案不好驾驭，就可以选择这种鞋子、包包或者其他配饰做一个小面积的点缀。Zara 这双鞋还挺火的，那天我在网站上刚好看到还有我的尺码，就买回来试试看。上脚效果还挺好的，首先它的这个豹纹图案是很经典的这种，还蛮好看的。然后鞋型是很修长的，整体鞋型还有露出脚面的部分都是很修长的，衬的脚型很好看。然后这种比较长的鞋型也可以拉长腿部线条，更容易显腿细。然后它搭配的是比较宽的这种带子，还有蛮酷的这种金属扣，就和豹纹整体这种比较狂野的风格相契合。然后这双鞋也蛮好搭配的，搭牛仔裤或者裙子都蛮好看的，有一个小小的流行元素点缀一下。这双鞋它是布面的，穿着还蛮舒服的，而且价格也不贵，随便穿穿流行还蛮不错的。然后我每次一上 Zara 网站，就情不自禁加很多单品进购物车，因为他们模特拍的都很好看。那这次入了这双 Zara 的鞋之后，我又陆续下了几单，等收到之后如果满意的话再来和大家分享。最后还有2顶 Lululemon 的帽子，是前一阵出的网球系列的，我觉得这个图案很好看，2个颜色都入手了，给大家戴上看一下。我更喜欢这个深蓝色的，深蓝色配白色的图案很好看，而且特别是夏天，深色衣服会经常选深蓝色的。这个帽型还有帽檐儿，这个宽度都蛮好的，这个图案的刺绣也是蛮精致的。然后另外这个白色呢，配的是绿色的图案，我也还没有白色的棒球帽，就买回来试试看。这个白色戴上效果也蛮好的，很干净清爽的感觉，而且我也没有白色的棒球帽，就留着以后做搭配吧。这2顶帽子我还都蛮喜欢的。以上就是今天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啦，不知道有没有给你种草呢？这2天拍这些毛衣啊、外套啊，还真的蛮热的。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给我点个赞，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